到的，追！是。我走了，一欢怎么办？他冒险向我示剑，一定会暴露自己的藏身之处。他轻功虽好，但此刻重伤未愈，一定会很危险。可是我回去也救不了一欢，反而会把自己也搭进去。一欢几次为我不顾生死，我却自顾自逃了。我如此胆小自私，又有何德可能君临天下？我不仅是一欢的龙小弟，更是大清的皇帝，又岂能因小失大？死丫头，轻功那么好，武功却平平。现在我刺伤了你的脚，看你怎么跑！带走。是。起来。龙小弟，你快逃！千万别管我！快，快逃啊！大师兄，小师妹和康熙呢？看来他们已经离开了。只有一张床。大师兄啊！倾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的伤还没好，这一路逃避追杀，怕是又把伤口震裂了。要不你先去找他们吧，找他们要紧。现在这里是安全的，你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我先去找他们。嗯，我行动不便，就不拖累你了。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马上发出信号，我立刻赶回来。你放心，我只是腿受伤了。一般杀手还近不了我的身。好。撤！主子，怎么是你啊？一欢呢？就一欢。起来！刚才跑得跟飞似的，这会儿装死。他不是装的，他本就受了重伤，还未痊愈，刚才又中了你一刀，所以才会虚脱昏厥。老大，这丫头真俊。反正二公子说了，把龙塞他们一行人全部杀掉，不如咱们先……不行，咱们不是他哥哥的对手啊，还得留着他设套，
抓他哥哥呢。哎呀，咱们只是玩玩嘛，尽量怜香惜玉点，别弄死他就行了。也好，老子也实在忍不住了。拿着刀。怎么了，苏大人？快准备接驾！接驾？皇上在哪儿啊？那个穿补丁衣服的就是皇上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奴才救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你要是再晚来几天，说不定朕就要去见先皇和太祖皇帝了。奴才罪该万死。皇上，索大人跟大赛在途中遇见不明身份匪徒的袭击，九死一生，才找到玉巴赞将军的军营。刚一到营门口，就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，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。他宣读了皇上的密旨之后，没顾伤好，就跟玉巴赞将军赶去山西太原，在途中遇见了奴才，得知了皇上已经启程返京，所以才一路追了下来。朕已经知道了，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醒醒，欢妹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滚！小师妹，我走。小师妹，我也是一时冲昏了头，情不自禁。情不自禁？你还有没有一点廉耻心？你明明知道我跟大师兄定了亲，我是为了大明的太子妃啊！你还知道你跟大师兄定了亲，是为了大明太子妃？那你还跟康熙？你可以和大秦的狗皇帝亲热，我亲你一下，就变成了不知廉耻是吧？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的话？你走！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小师妹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那要不我现在带你去找大师兄啊？你是不是一直知道大师兄在哪儿等我们？你为什么不带我过去？你把我抱进山洞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走！滚！我数3个数，如果你再不走的话，你再不走我就咬噬自己。好，我走，3，我走。滚！这都3天了，李欢怎么还没有消息？都没有。那些黑衣人不像是刘德昭的手下，而像是吴三桂花重金聘请的江湖流寇，身份不明，很难追查。眼下还没有证据证明那些黑衣人是受吴三桂所指使。吴三桂只知道龙三是普通钦差，而不是朕。如果他知道的话，只怕易欢会更加危险。所以，你们一定要守口如瓶。皇上，请您放心，奴才已经吩咐下去，任何人不得泄露消息。其二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、危及圣安，奴才及手下将士未惊动地方官府，而只是秘密行军。你做得很好。皇上，那这刘德昭该如何处置啊？刘德昭乃胆大包天之徒，岂会束手待毙？若能逼得他叛乱，岂不是好？皇上，刘德昭居然敢下令通缉皇上，
害得皇上九死一生，更害得臣妹生死未卜。臣恳求皇上立刻下旨，将其处以极刑，灭其九族。这个刘德昭纵然将他挫骨扬灰，也难消朕的心头之恨。臣愿意传旨问罪，捉拿刘德昭，为皇上分忧，为臣妹报仇。这刘德昭，毕竟在山西经营多年，若这么明旨问罪的话，让他知道了朕便是龙三，龙三便是朕，只怕他会狗急跳墙，联合众多的涉案地方官员起兵叛乱。纵然起兵叛乱，也成不了气候。玉巴赞手下都是以夷敌十的8旗精锐，一定能把他们收拾干净。皇上，奴才愿立下军令状，替刘德昭的人头来见。不必了。犯下滔天大罪的只是刘德昭等贪官，他手底下的官兵也是我大清的子民，又何必激起兵变，徒生内耗？皇上，那您的意思是？刘德昭此时啊，一定知道龙三被玉巴赞给接走了，他一定会心虚。如果朕所料不差，他弹劾龙三的折子已经在快马送往京城的路上。待朕回京之后，朕派一个老成持重的官员去接近刘德昭，就说他和龙三互相弹劾的折子，朕都已经看到了，朕不能偏听偏信，要宣他进京，和龙三当面对质。哎呦，哈哈哈哈！皇上，您这可太英明了。想那刘德昭自是手里面有假圣旨、假玉玺，他必定想侥幸最后一搏，这样，他很可能会老老实实的进京来对质，到时候我们便可不费一兵一卒，让他自投罗网。想不到他经历了如此大病，受了那么多此前从未受过的屈辱，还能如此冷静。若换了我，只怕会亲自率兵去捉拿刘德昭，一块胸臆。又如此强敌，我要光复大明谈何容易？皇上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请皇上尽快起驾回京吧。眼下一欢还生死未卜，朕放心不下。是啊，皇上，世淑姑娘是下落不明，可是您留在这山西，那也没有什么益处啊。简清，你快告诉我，玉欢是不是已经……我不会再也见不到玉欢了吧？叔父放心，玉欢不会有事的。啊？难道你已经有了玉欢的下落了？只是瞒着皇上？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也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线索。玉欢现在是安全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赶快把他找回来呀？自从鳌拜在康熙面前点明我们兄妹的真实身份之后，康熙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其实早就对我们兄妹存下了一份戒心。不过经过这几次我们兄妹出生入死的救护他的戒心应该已经消除了。但若是让奕欢这么轻易地回到他的身边，说不定他反而会误以为这一切不过是我兄妹设计的苦肉计而已。你的顾虑也不是杞人忧天，但你可知，不仅皇上，就连索额图也在暗中怀疑你们了。索额图？难道他发现了我们的什么破绽？破绽倒是没有，只是他这次前去调兵，途中遭遇了几波江湖杀手的突袭，他怀疑是你暗中指使。他眼见皇上宠信你们，而奕欢又为了救护皇上而被黑衣人掳走了，就没敢对皇上说，只是私下里和我提起过。所以我马上把你叫出来，就是想提醒你，一定要当心索额图。多谢叔父提醒，侄儿定当小心行事。好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皇祖母，可是有皇上消息了？索额图派人送来了密奏，他跟玉巴赞已经顺利的接驾，皇上平安无事。阿弥陀佛，妾身这悬着的一颗心，也总算是放下来了。不过皇上目前不想回京。为何？
皇上在索额图搬取援兵之时，接连遭遇了官兵和几路神秘杀手的追杀，幸亏李氏兄妹舍身相救，才脱离了险境。李焕为了引开杀手，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这李易欢本来就是奴婢之身，为皇上牺牲乃是分内之事。难道皇上为了寻他，就这么一直不回京了？索额图密奏说，皇上的遭遇追杀和李易欢的失踪都甚是蹊跷。难道这一切都是有人布的局？来，娘，你先吃。娘不饿，你吃啊。娘骗人，我明明听到娘肚子在咕咕叫。喜儿，还认得我吗？哦，大哥哥是你呀！喜儿，在吃什么呢？我娘煮的野菜糊糊，家里的米面都吃完了，只能吃野菜了。我娘说要再过几天，连野菜都没得吃了。这位公子爷是？我就是那日分走半张白面烧饼的叫花子，这次过来兑现对喜儿的承诺，还你们肉饼。真的，娘，我就说嘛，大哥哥是不会骗我的。哎呦，你看我这眼睛，那日小夫人说话多有得罪，还望公子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以小夫人一般见识。没事的，大嫂，在这灾荒之年，人人都只能顾自己。这喜儿啊，能把仅有的一张烧饼分我一半，这等大恩，也是让我终身难忘的。来，啊，肉饼，整整10张肉饼，赶紧吃吧。娘，你先吃吧。谢谢公子爷。大嫂，能不能把这碗野菜糊糊给我喝呀？这公子一看就是出身不凡的大富大贵之人，如何喝得这个呀？大嫂，这是周钱。这可如何使得？没事，收下吧，这是我欠你们的。相信我，很快朝廷就有新的赈灾措施下来，到时候就再也没有人能骗得了你们了。李太医，眼下易欢还没有消息，但是我已经决定明日回京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主子言重了，主子乃万圣之尊，不宜久离京城。而且太皇太后已经传来懿旨，催主子回宫了。最重要的是，眼下山西有数十万的灾民急需朝廷的救助，更有看似表面祥和，其实已经危机四伏的朝局，需要我去治理整顿。这也是易欢为何宁可牺牲自己，也要救我的原因。所以，我不能辜负他。主子能以国事为重，是臣妹之幸，更是天下百姓之幸。请主子安心返回京城，寻找营救臣妹之事，就交给臣去做吧。臣正在想办法，通过一些江湖人士，打探那些黑衣杀手的下落，相信很快便会有消息。那一切都拜托你了。其实，在我的心里，你已并非我的臣下，而是我的朋友。易欢更是我唯一的红颜知己。如果他，那将是我穷尽终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好饿呀！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要不然出去找点吃的。烧鸡，还有酒，进来吧。我不是说让你滚了吗？我滚了，我真的滚了。可是你的伤没好，我不放心你，而且我算了一下，我留给你的水啊、干粮还有药，你差不多也应该吃完了，所以我就又回来了。你如果真的关心我，就应该把我的行踪告诉朱哥哥，让他来接我。没脸见他。我前不久做了一个很怪的梦，我梦见有个人跟我开玩笑，我推开他，还让他滚。不过现在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那个怪梦我也都忘了。真的啊？哎，不好的梦，忘了就忘了吧。但是下不为例。快吃吧。康熙和大师兄他们就在前面5里外的林子里扎营，我不能继续再往前走了，会惊动林中暗哨。叶哥哥，你赶紧去找倩影姐姐会合吧。这几天她一直在吴应奇那边帮你撒谎，一定很辛苦。信号弹你拿着，等我走了以后再放。我不想和大师兄碰面。好好照顾自己啊！保重啊，叶哥哥。你也是，京城再见，保重。放了这个信号弹，朱哥哥就能看到我了。如果朱哥哥和龙小弟知道我平安归来的话，肯定像两个小傻子一样，嘿嘿，乐疯了吧？朱哥哥，你得快点来接我啊！文心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已经没有大碍了，多谢皇上关心。以前在宫里啊，朕只觉得你温婉博学、知书达理，没想到你还如此有胆有识，屡次不惜性命救朕。就只此一点，整个后宫无人能及你。那叶欢呢？叶欢他也是朕的知己，朕也想将他纳入后宫，只不过他始终都咬定不肯，而且他已经许配过人了。哦，对了，皇上，臣妾有一事要向您禀报。雪嬷嬷的病已经好了，只是她伤心我爹的死，想为我爹守灵3年。臣妾未向皇上请示，便自作主张的准了，还望皇上恕罪。雪嬷嬷忠心护主，就由她去吧，这些小事你自己决定就行了。
是。去，把剑拿过来。再来。不必了。论武功，从小到大我从未赢过你。不只是武功，其他任何方面，你也永远赢不了我。是，我永远都比不上你，从身份到能力。那你还痴心妄想，跟我抢一欢，自不量力。大师兄，你误会了。我从未想过和你抢小师妹。幻妹是不是在你手上？我今天早上就把她送回清军营地了。你没见到她吗？她能平安回来就好。这几天，我一直四处寻找你们，没有在营地里。你怎么知道？是我救的一欢。那夜，我找到康熙以后，就去追踪那批黑衣人的下落。结果发现，他们全都被人一剑毙命。你的剑法我再了解不过了，就知道是你及时赶到，救下了一欢。可我还是去得晚了一步。小师妹的脚被他们给刺伤了，失血过多，已经昏了过去。我只好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给她疗伤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送她回来？也没有给我发信号。我给你们发了那么多信号，你居然一个都没有回应我。不要给自己找借口。是男人，就要敢做敢当。好，我敢做敢当，是因为我太久都没有见到小师妹了。好不容易见到她，我不想那么快就跟她分开。我只是想好好照顾她几日。真的只想照顾她几日这么简单？大师兄，你这么说，侮辱了我这个师弟不要紧，你还侮辱了一欢，更侮辱了你自己。好，我暂且相信你。不过你给我记住了，注意自己的身份，否则我绝不饶你。其实你不必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，我对小师妹的心伤不了你，倒是小师妹的心。她的心怎么了？大师兄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小师妹虽然武功平平，但如果就论轻功来说，连大师兄你也要甘拜下风。她是为谁预选的？这没什么，我跟倾城也救过康熙，
我们都不过是想利用他，颠覆大清朝廷而已。大师兄既然如此说，全当小弟多嘴了。我还要赶去跟樊师姐会合，先告辞了。皇上离宫月余了，若是没什么意外，也该回宫了。妾身心里也是这般想的，今儿一早很早就醒了，就盼着皇上能早点回宫。皇祖母，怎么了？是皇祖母怎么了，还是你自己怎么了？你今天这个妆啊，化得太浓了，这服饰也太讲究了一点吧？妾身只是想这般盛装迎接皇上回宫，皇祖母觉得有何不妥？今天你浓妆艳抹，其实呢，是想讨皇上的欢心。哀家明白。但是你没想到啊，皇上在外面历尽磨难不说，那个李易欢，至今还下落不明呢。他心里一定是不安静啊！你这样一来，不是适得其反了吗？皇祖母提醒的是，妾身现在就回去换一身装束。孙儿给皇祖母请安。皇上啊，快请起呀！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哎，都起来吧。孙儿啊，你这次为府私访收获一定很大呀！嗯，看这个精气神儿，跟以往都不同了。皇祖母，此次出巡确实受益匪浅。大有出宫一趟，胜读10年书之感。那为何要愁眉不展呢？叶欢为了救孙儿，落入了一群黑衣蒙面人之手，至今生死未卜，下落不明。孙儿的心里很是担心。这一皇姑娘能够拯救皇上，这是她的本分呢，这是应该的，这是她的荣耀啊！哀家一定会派人把她寻找回来才是。皇上不必太难过。皇后，朕还是第一次见你穿这么素的淡妆呢。皇上微服查访赈灾，受尽磨难，妾身在宫中理应与皇上同心，与民同忧，自然要穿得素淡一些。皇后有心了。对了，朕还有一件事要与你商量。皇上言重了，无论任何事情，妾身都听凭皇上裁夺。哎，你是这后宫之主，这后宫中的事情，当然要征询一下你的意见。此次丽嫔随朕出巡，几次为了救朕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。她的爹爹舒建也因公殉职，只留下这么一个孤女。所以，朕想升她为丽妃，再追封她爹为2等公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丽嫔妹妹温柔贤淑，妾身平常也一直很偏疼她。此次出行又护驾有功，自当嘉奖。皇上升丽嫔为妃，乃是后宫大喜之事，妾身十分赞同皇上的决定。好，那丽嫔升丽妃的典仪就交给你办了。妾身自当用心操持，皇上尽管放心。李公公，
叽叽喳喳的，怎么这么没规矩？什么事？之前皇上不是吩咐过，一旦有世淑姑娘或者李太医的消息，就立刻过来禀报吗？怎么样？可是有易欢的消息了？回皇上的话，暂时还没有世淑的消息，只是李太医回来了。皇祖母，那就让皇后在这陪您聊会儿天儿，虽然先行告退。恭送皇上。怎么样？你可找到易欢？她可安好？他不是回营地跟皇上会合了吗？没有啊。怕是他回营地的时候，你们已经撤走了。当时还算安好，只是脚受了点伤。现在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为何不跟他一起回来？皇上，臣并没有找到易欢，而是发现他从黑衣人手上逃脱的一些线索，所以我还以为他已经跟皇上一块回京了呢。这皇上平日里一向性情稳重，唯独听到李易欢的消息，就立马沉不住气了。皇祖母息怒，这李易欢是为了救皇上，才落入了身份莫测的江湖人手中。皇上难免会关心则乱。是啊，太皇太后，这些江湖杀手的来历，的确是有些蹊跷。有何蹊跷？奴才去搬救兵的途中，也遇到了几波这样的江湖杀手，而且这帮江湖杀手对奴才的行踪那是了如指掌，而刺杀皇上的这帮杀手，他们对皇上的行踪也是了如指掌，这就说明皇上的身边可能有内奸。啊！皇上此行所带的30名侍卫，全都是三叔亲自挑选的8旗子弟，那自然不可能是内奸。李公公自幼入宫，在宫中服侍了30年，服侍了3代君王，自然也不可能是内奸。难道这内奸是这李氏兄妹？他们几次救护皇上，还有这李易欢被掳失踪，难道都是假的？宁愿受这苦肉计？李德福，老奴在。这一次你一直是跟着皇上啊。这索额图调兵之后，你一直是在皇上身边，你有什么发现？回太皇太后，奴才没有发现李氏兄妹有什么异常。至于那些江湖杀手，奴才倒是听皇上说过，好像是平西王的手下。这些杀手跟刺杀书剑、抢走金钥匙的那帮盗匪，似乎是同一拨人。吴三桂，这也有可能。难道这李氏兄妹是吴三桂的人吗？依奴才一路上的观察，没有发现这李氏兄妹跟吴三桂有什么瓜葛。太皇太后，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恐怕还不宜妄下论断。奴才所说的这一切，也都是奴才个人的一个猜测，还请太皇太后把这些话都放在自己的心里，千万不要对皇上提起来，否则这皇上又要怪奴才在这儿多嘴了。放心吧，哀家自有分寸。这小兄弟到了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给钱。不客气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我终于回来了，猪哥哥、龙小弟，你们都想死我了吧？这就是一车稻草。赶紧给我做一桌好吃的，迎接我吧！哎呀！大人，这有刀，抓起来！别动，别动！放开我！别动！那小子跟他是一伙的，抓起来！国父万大明，大明万岁！别动！
了。那你跑什么呀？我看你抓乱的，我害怕，我就跑了。对，那小兄弟说的没错，他就搭我的顺路车，你们休得冤枉他。啊！你越是着急撇清，爷我心里就越明白。带走。哎，我不是。给我老实点。还敢说你不是乱党？寻常女子哪会女扮男装掩人耳目的？给我一起带走！不冤枉！走。哎呀，我自己会走。官爷，我是冤枉的，放我出去吧！冤枉了，大人这就好，放我们出去吧！放了我们吧，冤枉啊！哎，我说你们抓错人了嘛！啊！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方可谈。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。手握乾坤，先锋女子在云端。花开之间，留蝴蝶掌心清泉。天与地，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还原，心中细流。清泉，回首一生路漫漫，天与地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。